一个变态食人魔究竟有多变态？他居然想把已经埋葬的尸体挖出来，趁着新鲜度还在，想要趁热吃掉它。其实食人魔都是潜在的美食家。杰夫从冰箱里拿出一块排完酸的里脊肉，先给肉做个 SPA， 放松一下，冷锅热油，将盐均匀的撒在上面，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吃过 X 肉的都明白，排完酸的肉质煎至3分熟最为美味。杰夫感受着肉质在嘴中爆汁的感觉，他十分的陶醉。这天杰夫的冰箱又空了，他整理好着装来到酒吧寻找新的猎物。吧台上的2个黑人引起了他的兴趣，这些黑人小伙都对杰夫很熟悉，因为杰夫是出了名的大方。当然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他潜在的食物。杰夫对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职业，一名艺术摄影爱好者。很快杰夫就出价50块邀请他们去家里拍照。50块在这些黑人小伙眼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就这样黑人小伙因为一些原因跟杰夫回了家。然而才刚一进屋，翠西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恶臭，像是什么动物腐烂的味道一样。杰夫谎称是自己家里的猪肉坏了，随后把门上了锁。翠西看着屋内诡异的气氛，心里有些胆怯。杰夫给她倒了一杯酒，当然在酒里也加了点小佐料。翠西喝完酒后便想着要离开，可杰夫并不想这么轻易放过到嘴的猎物，他花言巧语地说要带她参观一番。就在2人看鱼的时候，他把手铐铐在了翠西的手上。翠西这一瞅，这指定是遇到了变态了呀！他害怕的想要逃跑，可惜却被杰夫一下撂倒。随后杰夫拿出一把刀来，翠西退无可退，被逼到了墙角。看到小命快要不保了，翠西只能假意跟杰夫进了房间。2人坐在了床上开始看摔跤电影。杰夫看的是津津有味，翠西则是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气氛简直是尴尬到了极点。他刚想要逃跑，却直接被杰夫按在床上。看着床垫上的血迹，翠西心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翠西开始勾引杰夫，让他给自己拍照。紧接着使用了美男计，对杰夫开始搔首弄姿。可是杰夫只是拍了几张便没了兴趣，又把翠西带回了屋内看电影。翠西此时内心是慌到不行，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逃跑，而杰夫正在想着怎么吃掉翠西。他听着翠西的心跳，2人躺在了床上，翠西趁机一把按在杰夫的脑壳上，这一下差点按爆杰夫的脑瓜瓤子，但门上备上了好几道大锁，翠西根本跑不出去。杰夫很快就追了出来，还好翠西身强体壮，这一下杰夫的脑壳差点被打裂。这次翠西也终于逃了出去，他像疯子一样的奔跑逃命，终于是遇到了警察。最后在翠西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杰夫的家中。此时的杰夫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杰夫慌乱的想要逃跑，可是根本无济于事。警方在杰夫家的冰箱里发现了一个成年男性的头，紧接着在冷冻柜发现了一颗心脏和一名成年男性的那个 X， 又在卧室里找到了一颗干净的头骨以及几个纸壳箱子的骨头。除此之外，还有一具完整的骨骼和一些已经风干的皮。更变态的是，他们在卧室的蓝色水桶里找到了几具被酸性溶液腐蚀到残缺不全的躯干。最后在警方不断的拼凑下，据不完全统计，在杰夫的家中总共发现了15具黑人男性的尸体。经过调查，杰夫不仅是在家里将这些人给残忍分尸了，他还食用了其中某些比较美味的部位。可能杰夫是想换一种生活，或者是觉得一直没人发现太无趣了。在被抓捕后，杰夫并没有反抗，甚至还放弃了请律师辩护的权利。所以警方问出了所有人都会疑问的问题。 Can I ask, why do you think you did it? Kill all these men? And why did you keep them? 杰夫回忆起童年，原来这一切都源自于杰夫童年的经历。小时候，杰夫的父亲因为工作忙碌，常年不回家，母亲则是终日沉浸在吃药的日子里，并且一旦父亲回家，那2人必是会有一番争吵，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大打出手。然而这一切并不是真正的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一次家里地下室的发现。家里突然传来的恶臭让父亲怀疑地下室有动物的尸体，于是便带着小杰夫把尸体给掏了出来。可小杰夫看到这具尸体，不仅是没有害怕，甚至还伸手触摸了一下。父亲看到儿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于是经常带着小杰夫去马路上寻找被车撞死的小动物，并且之后还会将它们带回家里，给小杰夫演示一下动物的内部结构。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高中。第一次上生物解剖课的杰夫异常兴奋，终于可以是自己动手了，甚至结束后还显得有些意犹未尽。杰夫找到老师，想带一只回家继续练习，可老师活了40多年，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球。Teaching for 22 years and no one's ever asked me that.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杰夫的父母在常年的矛盾下，终于是过不下去了，2人选择了离婚，各自生活。母亲带着杰夫的弟弟离开了这个家，而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常年不在家，于是无聊的杰夫继续解剖小动物。然而现在小动物并不能满足杰夫的变态心理。这天杰夫鬼鬼祟祟地溜进了商场的试衣间，他小心翼翼地将双脚放在了凳子上。没过多久，商场的导购下了班，保安关闭了灯，开始巡逻。
此时躲在试衣间的杰夫感觉自己兴奋的都要尿了。很快保安巡逻到了杰夫所在的位置，但也只是敷衍的溜达了一圈，把所有的灯都关了后就下班回家了。杰夫在试衣间等了一阵，此时的外面已经是空无一人，他颤抖着走出了试衣间，随手拿了个垃圾袋子。杰夫来到了一个模特面前，他居然把模特身上的衣服给脱了，紧接着开始拆卸模特身上的零件。看着模特身上那凹凸有致的肌肉纹理，杰夫感觉自己是口舌生津。随后他将模特打包给带走了，更加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回到家里，杰夫将模特的上半身给拿了出来，随后将模特给放在了床上，就这么吻了上去。他深情地注视着模特，感受着模特身上的质感。很快杰夫就玩腻了模特。这天他正开车准备捡点小动物回来解剖，就碰到了一个拦车的帅小伙。小伙子想搭杰夫的车，杰夫心想这不送上门的鸭子吗？小伙子你这是耗子舔猫 X。杰夫告诉小伙现在时间还早，不如去他家里喝上那么一杯。小伙子一看这盛情难却，也就跟着去了。没想到两人聊得还挺投缘，杰夫也没想到小伙子也喜欢健身，当场就给他来了一个卧推。You are fucking strong, man. 这样的夸奖让杰夫的心里笑开了花，一个没控制住就吻了上去。但是这小伙子可是个直的。Fucking asshole faggot.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杰夫，他抄起锻炼用的杠铃就给小伙子干了。可是由于用力过猛，小伙倒下就再也没起来。杰夫有些慌了，因为是第一次杀人，再说自己也没想杀死他。Come on, wake up. Wake up. 害怕的杰夫把尸体藏在了房子的地下，但是又想到夏天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并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恶臭，他又把尸体给拖到了库房。在这里，杰夫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人体研究。很快，杰夫发现骨骼太大了，他根本就处理不了。不过这根本就难不到杰夫。杰夫拿起一袋番茄汁就这么喝了下去，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血肉倒好办，自己还可以吃下去，但这骨头自己可没办法处理。杰夫想将骨头给砸成粉末，但干过的都知道，人体中水的比重占 60%到 70%， 即使是看起来很结实的骨头，也大约有 20% 的水分。不过很快，聪明的杰夫就有办法了。他把骨头放进了烤箱，高温的加热烘干了骨头里的水分，就是这味道有点一言难尽。他将脱水后的骨头都砸成了粉末，之后便来到了房顶的天台上，直接就把骨灰给扬了。就这样，他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毁尸灭迹。很快，杰夫就从高中毕业了，父亲也找了个新的女朋友。为了防止杰夫耽误自己的小日子，父亲就帮他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但有点小嗜好的杰夫根本没办法融入校园生活，整日在出租屋里酗酒买醉。因为出勤率不够，杰夫很快就被学校给开除了。父亲没办法，就给他送去当兵了。本以为军队的生活能改了杰夫的怪癖，没想到杰夫还是死性不改，他居然给战友下药。下药也就算了，他还把人家给弄了，结果是又被开除了。Hey, get your ass out of the car now. 这次老父亲是真的愤怒了，直接就把杰夫丢给了乡下的母亲，就当自己这个耗废了，趁着年轻还能再练一个。杰夫这回也老实了一段时间，他找了一份灌肉肠的工作。可是这天杰夫来参加博览会的时候，精神错乱的他居然对着机器来了一发。就这样，杰夫因为当街不雅被抓了，而肉店的老板也听说了那件事，杰夫再一次的又被开除了。这天杰夫来到酒吧想要喝上一杯，意外的碰到了一个好基友。好基友带着杰夫来到一个秘密基地，小伙子开了个单间，两人在里面是深入浅出的探讨了一番人生。从这以后，杰夫算是找到了组织，整天带着不同的人来探讨人生。但你这探讨归探讨，你老给人下药是怎么回事？老板知道后就带人给杰夫撵了出去。这下好了，快乐又没了。杰夫又花高价去酒店约小伙探讨哲理，趁着小伙子在外面热舞，杰夫来到卫生间下药，但一个不小心拿错了杯子，这下可完蛋了。趁着自己还有意识，赶紧又给小伙兑了一杯。结果第二天一睡醒，杰夫就发现小伙子嘎了。这也是杰夫第二次杀人，同样杰夫也不是有意的。情急之下，杰夫在外面买了个皮箱，把小伙给带了出去。万幸的是奶奶家有个地下室。回到家里，杰夫不得已又来了一次毁尸灭迹。不过这次杰夫留下了一颗头作为纪念。而从这以后，杰夫就像解锁了新发现，他开始不断哄骗各种小伙回家探讨人体生物学。在这里，他奸杀分尸，并且食用了3具尸体，剩余吃不掉的部位，杰夫会将它们浸泡在酸性溶液里，直至腐蚀到骨肉分离。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味道实在太大了，哪怕是鼻子不好使的奶奶都闻到了这股恶臭。奶奶曾多次询问杰夫臭味是怎么回事，但是杰夫每次都以自己在做实验应付了过去。可是没过多久，杰夫就把事给玩砸了。一次杰夫的药量没下够，小伙子迷迷糊糊的逃了出去。回到家里，小伙子的父亲发现了不对，把杰夫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杰夫以猥亵罪被判入狱1年。出狱后，家人们都对杰夫失望透顶，奶奶也将杰夫给赶了出去。无处可去的杰夫搬到了黑人社区，在治安松懈的这里，所有人都将会是他的猎物。这天打算去超市买点酒的杰夫盯上了门口一个黑人男孩，杰夫叫他去家里喝上那么一杯，咱也不知道他是有多爱喝，就这么跟着去了。杰夫把男孩迷晕后便出去买工具了，但还有一丝理智存在的男孩逃了出来。等到杰夫回到家的时候，警察正在询问着男孩，
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出男孩的不对劲，但是警察却更愿意相信杰夫说的话。杰夫说男孩是自己的朋友，跟自己闹了点小别扭，然后警察就亲自把男孩送到了杰夫家里。在那个年代，警察更愿意相信白人说的话。不过邻居却察觉出了异常，每天晚上杰夫的家中总会传来打斗声，还有强烈刺耳的电锯声，并且他曾多次见到有人进入杰夫的房间就再也没出来过。他曾多次报警，想让警察过来调查一番，但是警察总会敷衍了事的糊弄一下。直到这天，在这里分尸了15个黑人的杰夫终于被抓了起来。可就是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恶魔，被抓捕后，他的父亲居然还想为他脱罪。父亲为他请了一个很牛逼的律师，并且调查了近些年很多案例。1957年，美国警察在一间农场里发现了一具被肢解的尸体，随后警察在麻袋里找到女人的头颅，而房间里到处都是人体的残肢，还有用各种人体器官做成的家具。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罪犯，最后却以精神疾病为由被判无罪释放。父亲想让杰夫也装成精神病，但杰夫却直接拒绝了。杰夫厌倦了吃人的生活，他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无法饶恕，杰夫也愿意到监狱接受改造。 I didn't ever want freedom. I knew I was sick or evil or both. I know how much harm I have caused, but no matter what I did, I could not undo the terrible harm I have caused. 就这样，杰夫被关到了监狱，但是杰夫造成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被他残害的人和家属每天都会在梦中惊醒，而杰夫的邻居们整日不敢独自在家入睡。更加恐怖的是，社会上居然出现了一批杰夫的追随者，他们模仿杰夫的行为，更甚至是有人居然开始收藏杰夫分解人的工具。父亲也将杰夫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并且这本书还非常火，拥有很多书迷。监狱里的杰夫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信，杰夫也为此感到兴奋，这就是他一直想要追求的生活。杰夫成了这些变态追随者心中的神，但是上天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这天，杰夫在清理健身房的时候，狱警安排了一个黑人进来，然后狱警就走了。杰夫此时也察觉出不对劲，想走却被黑人给拦了下来。黑人一拳打倒杰夫，随后拿起铁棍不断地击打他的头部。黑人要为所有受害的同胞报仇。就这样，一代变态杰夫达莫被活活打死。本剧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虽然故事结束了，但是现实永远比故事更可怕。